小小山村竟挖出蓝色的人骨头，而且距今已有2300年之久。是外星人？还是说那时候的云南生活着一种我们不知道的人种？大波那村历史悠久，蓝色人骨就在这里出土。这里是中国云南省白族自治州祥云县，这里居住着一个既原始又神秘的少数民族白族。在村落上空时常能看到白云飘过，看起来是一个安详宁静的地方。然而2014年，考古专家们竟然在这里发掘出大量蓝色骸骨，而且这种蓝色看起来并不浮于人骨表面，似乎这些人骨本身就是蓝色的。此外，蓝色骸骨数量之多，在一座古墓中散放堆积着，异常触目。要知道，云南在很久之前一直被认为是蛮夷之地，这里曾是各种巫术邪物出现的古滇国。一时间，各种传言将这座白族小村庄的宁静彻底打破，连空气里都弥漫着诡异和不安的气息。一切还要从2013年初冬的一天说起。白族村民们回忆道，发现墓葬是因为有村民在挖蓄水池，打算储水用。挖着挖着，突然地里开始不断往外冒水，村民心中疑惑，莫非挖到地下泉眼，或者是小河？按说这片的很干燥，不应该出现这种情况。带着好奇，村民沿着出水的地方继续朝下挖，没想到竟然挖到一块木头，木头颜色还是幽深的黑色。村民端详着，无法确定它到底是什么。消息很快传开，村民们纷纷来看，有人说这是一块乌木，有人说再挖挖看才能确定是什么。几位村民找来工具一起挖掘，随着铁铲和铁镐的起落，大家突然意识到，他们可能挖到一座古墓，先前挖出的乌木更像是一块棺材板。地里挖出古墓，对大波那村民来说不算是新鲜事。村里老人年轻时，这里就挖出过很有名的大波那铜棺，这具铜棺重达5000斤，老人们对此记忆犹新，在那个年代这可是件大事。如今大波那铜棺作为镇馆之宝，被放在了云南省博物馆中展览。云南当地老乡说，去看，就在昆明，好大一个金房子哟。考虑到可能挖到古墓，有村民把消息通知了文物部门。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人员接到电话，立即派考古专家马不停蹄赶往大波那村。作为专业人士，他们很清楚，在大波那村挖到古墓的概率应该不低。一路浮想联翩，很快考古专家来到大波那村东南方向，蓄水池就在这里，但眼前的景象还是让考古专家感到有一丝惋惜。果然是一座新发现的古墓，蓄水池挖得很深，看上去占了墓的1/3已被无意挖掉。蓄水池的底部已经触到墓穴中的木椁，现场马上被保护起来。这个墓所在的区域被考古专家们叫做东区，离发现大波那铜棺，也就是人们说的金房子的地方不远。考古人员把那边却叫做西区。大波那铜棺是1964年发掘到的，从那时到现在的数十年间，考古人员曾在大波那村又做过2次发掘，都没有重要的大发现。这一次情况显然有些不同，谁也不曾想到，接下来源源不断的发现中有一个发现会震惊所有人。经考古队勘察发现，蓄水池周边地带分布着一个巨大的古墓群。经初步测定显示，这个墓葬群属于2000多年前的战国时期。很快，一个被考古专家编号为M20的棺木迎来一个特殊时刻，它的棺盖即将被打开，就像即将开启一个来自2000多年前的盲盒。对考古专家们来说，这也是一个职业生涯中肾上腺素分泌激增的时刻。只见棺盖打开，出现在人们眼前的竟然是一堆蓝色骸骨，幽灵般泛着蓝光的骸骨。在定睛端详，骸骨的确是蓝色，散乱地堆放在棺木中，看上去有点诡异刺目。
纵使见多识广的考古专家们，也无法不惊讶于骸骨这罕见的颜色，还没来得及平复震惊的思绪， M20 旁边的墓穴又传来新的消息，他们挖到了一具独木棺。独木棺在这次发掘中可是首次出现，此时围观的群众更多了，生怕错过开棺环节。仔细观察 M20 前一个棺木里出土的骸骨，会发现蓝色不仅鲜艳，而且深入到骨髓。而在此之前，在编号 M15 棺木中也曾出现过蓝色骸骨，只是当时的情况没 M20 这么触目。M20 棺木中的蓝色骸骨数量实在不少，而且颜色触目，这种现象足以引起考古专家们的警觉。那么接下来在这座独木棺中，会不会再次出现这种现象级蓝色呢？带着疑问，考古队准备再一次开启盲盒。只见一座硕大的独木棺静静地躺在墓葬坑中，看起来已经是气势逼人。它是由一根巨大的整木加工而成，竟然重达2吨。为了将这具巨重无比的木棺从墓葬坑里请出来，考古队动用了专门的起吊设备——葫芦吊。这台葫芦吊的起重能力比考古队原有的要大很多。棺盖和主体将分2次被吊出、捆绑、安装、调度，一切进行得井井有条又小心翼翼。因为这可不是在普通的建筑工地上起吊一块水泥或一块石头。独木棺的主体缓缓被吊到空中，这一吊让沉睡在地下已经超过2000年的大型文物出土。此时阳光分外炫目，葫芦吊的铁臂举起棺木，又轻轻将它放到指定地面。来到地面的独木棺看上去更加神秘和令人震撼，它身上粘着的是2000年前的泥土。清洗棺木外表时，考古专家发现树木的年轮清晰的可见，令人不禁想到它曾是一棵多么巨大和生机勃勃的大树。2000年前的人们是在哪里砍下它，把它制作成棺木？又是用什么设备和技术把它运送到这里的？我们不得而知。棺木的表面有很多凹凸不平的痕迹，像是人为的砍削过的，但没有木具留下的痕迹。考古专家猜测，棺木制作时可能用的是青铜斧或青铜钺，这2种工具在战国时期较为常见，有可能在那时候木具还未曾在云南这个地方。独木棺盲盒即将进行开棺，是否也有出现蓝色骸骨呢？只见棺内空间十分狭小，由完整的木头掏空而成，长约 1.36 米，宽仅27厘米。如此狭窄的空间，要放入一个成年人的躯体都会十分困难。接下来在清理棺木空间时，更让所有人都倍感意外，独木棺里没有出现任何蓝色骸骨，竟只有一把小铜斧和3颗牙齿。此时一个巨大的疑问涌上考古专家们的心头，一个容量如此之小的棺椁，就算是一个成人以非常奇特的蜷曲姿势装入都不太可能。我们知道，在很多科幻电影中，外星人都是身材娇小瘦弱，并且还拥有蓝色血液。在大波纳村古墓群出土的蓝色骸骨，加上独木棺仅有 1.36 米的长度，围观的村民纷纷猜测，这肯定是外星人。难道宇宙中除了地球，真的还有其他星球生命存在？这次大波纳考古发掘中，除了这具独木棺，还出土了很多土陶、铜器、石器以及木器。眼前这只淡定的陶罐，看上去和这次出土的很多生活类陶器一样，有着简朴实用的功能。陶罐肚子是看似平常的弧线，然而令人惊讶的是，人们在陶罐里面竟然发现了类似食物的颗粒状残渣，被盛装在陶罐的底部。后来经专家们鉴定，证实了这确实是一份来自2000多年前的食物。它是这次考古发掘众多文物中最引人遐想的一件。除了大量陶器，还有很多纺轮、农业器具、生活用具。这些器物的出土，结合发掘时出现的甘蓝式建筑房址，无疑证明着大波纳村的先民当时可能过着定居的农耕生活。此时独木棺中的3颗牙齿
已被专家送去检测，它到底属于中国原始先民，还是来自地球之外的外星人？希望检测能够帮助人们找到答案。等待众多检测项目的结果之前，让我们先了解一下60年前大波纳村铜棺发掘的诡异事件。在大波纳村村民眼里，这座重达5000斤的铜棺一直是他们的守护神。当地村民们认为，它与此次发掘出来的蓝色骸骨有着紧密联系。云南昆明省博物馆2楼展厅，每天都有许多游客慕名前来参观铜棺。1964年3月，它在大波纳村被发现，是当时云南出土的最大体单体青铜器物。直到今天，它依然保持着这个傲娇的记录。铜棺长度达2米，重达5000斤，外壁上刻有雄鹰、飞燕、虎豹、野猪等非常精美的图案。当年一位参加机场修建的村民开采石料时，无意中发现铜棺外面木椁的一角。由于年代的关系，人们的文物保护意识和经验不足，加上当时交通不便，考古队赶到现场时已经是第3天。村民指认说，刚发现的时候，铜棺内明明是有一具人骨架的，可是第2天却离奇地消失了。骸骨的神秘失踪，使解密铜棺主人身份的重要线索缺失，但从众多随葬文物的发现和铜棺本身的精美程度来看，足以证明铜棺主人的高贵有可能是某个王或部落酋长。但铜棺主人是谁，至今都是个谜。当时的考古技术不像现在这么发达，直到2007年，北京大学文博学院用新的加速气质谱仪对木椁样本碳14年代测定分析，才得出铜棺所属年代为公元前475年前后，也就是距今2000多年前的战国早中期。和大波纳青铜棺的发掘不同，这次对大波奈古墓群的考古发掘，大量先进技术被派上用场，给发掘和研究带来很大帮助。这次对古墓群的发掘，离铜棺出土的地方不远，有好几座大型墓葬，和铜棺一样，显示出墓葬主人身份级别较高。最为神奇的是，蓝色骸骨只在这些级别较高的古墓中出现，级别较低的墓葬中出现的都是普通骸骨。铜棺和蓝色骸骨的墓葬同属战国时期，又同属高级墓葬。铜棺的骸骨虽然缺失，却不由让人思索，它里面是否曾经埋葬的也是蓝色骸骨。铜棺主人和蓝色骸骨，二者之间究竟有什么关联？考古专家们也在期待着，随着发掘和研究的继续，能够有新的线索出现。对大波纳村古墓群及遗址的考古发掘，经历了几个阶段后，此时已来到揭晓蓝色遗骸之谜的时候了。这些骸骨上诡异的蓝色究竟是怎么回事？经过人类学鉴定和古 DNA 检测等手段，专家们首先否定了外星人说，但是大波纳村夜晚的星空并没有因此失去它的神秘。因为就在接下来，考古专家们发现木质棺椁中的蓝色骨骸并不是某个完整的人体骨架，而是多人合葬，属于由多个人体骨架。通过细致的观察，考古学专家们发现遗骨上蓝色有些分布并不均匀，眼前这个蓝色的头骨就是例子，一侧分布较深，另一侧分布较浅。这时第2份送检报告也出来了，报告显示骸骨上的蓝色物质是一种名叫磷酸亚铁的矿物质，俗称蓝铁矿。这种矿物质可做染料，考古现场的泥块中成分也是这种蓝铁矿。由此考古专家们推论得出，这些蓝色竟然是人为染色上去的。由于人体骨骼的成分主要是碳酸钙，在对骨骼进行染色，比如泼洒染色时，蓝铁矿的蓝色不仅可能分布不均，也可能造成深入蓝色骨髓的效果。接下来是第3项关于人骨年龄信息的检测结果。结果显示，这些蓝色骸骨的主人多为20岁至25岁左右的年轻男性，也有少数女性。年龄层如此集中的死亡与合葬，这也使得他们的身份为我们留下迷思和想象。但可以肯定的是，
骸骨染成蓝色的人在2000多年前属于一个特殊的群体。由于蓝色骨骼的墓葬规格更高，而且蓝铁矿在当地比较少见，使用当地较为珍贵的蓝铁矿为骸骨染色，足见对于逝者的敬意和尊重。在结合棺木中没发现衣物和肉身，棺木空间狭小，没有完整人骨等情况，考古专家们推测墓葬为二次葬。也就是说，这些蓝色遗骨的主人可能在去世后先埋在一个地方，随后又被挖出来，将骸骨染色后再迁移到大波纳村重新埋葬。至此，关于蓝色骸骨坊间流传甚嚣的外星人说、奇毒说终于告一段落。至于为什么要将去世的人染色下葬，考古专家们认为可能是为了达到某种宗教信仰，或者是代表死者身份的葬俗。蓝色的密码虽已破解，但和曾经出土的聚众铜棺主人的身份之谜一样，大波纳村蓝色骸骨属于什么族群？到底是一群什么样的人？接下来我们还需要等待专家们一一去破译。大波纳村所在的祥云县位于金沙江水系和沅江水系的分水岭上。从地图上看，可以看到祥云县在云南省中部偏西的地方，它在大理白族自治州的东南部。公元前109年，汉武帝在祥云县设县名叫云南，直到1918年，因为县名与省名相同，这里才改称祥云县。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显示，大波纳村属于今天考古学上的昆明国的地盘。那时的昆明人不像今天的昆明人，不住洋房也没汽车，而是逐草而居的游牧部落。众多出土文物以证明大波纳村的先民从事定居的农耕生活，而司马迁所记录的昆明人过的是游牧生活。司马迁关于昆明人的记录表明，昆明人族群并无等级制度，而大波纳村出土的古墓规格来看，显示出生活墓葬主人是有明显的等级区别的。这是一副出土的编钟，这是一只小鸟铜杖手，这是一只虎豹铜杖手，这一件件青铜重器在古代便是王权的象征。难道在大波纳村这片土地上曾经生活着两个部族，一个部族游牧，正如同司马迁所记载，而另外一个部族却过着农耕生活。现今生活在大波纳的村民常常自称为白子国的后代，他们中不少老人甚至对于铜棺的主人都有着自己笃定的见解。他们相信大波纳铜棺中的主人正是白子国国王，而且很可能就是曾经威震四方的滇王人国。这次大波纳的考古发掘和相关历史研究是否可以证明曾有一个古老的从事农耕的白子国度呢？白子国的传说在大波纳村家喻户晓，村民们代代相传，滇王人国就是白子国的君主。铜棺出土那会儿，不止村民，连很多对大波纳村历史感兴趣的人都认为他极有可能是铜棺的主人。史料记载，公元前109年，汉武帝在滇池地区设益州郡，人果被封为益州郡首领，并赐滇王印。作为白子国的国王，人果从大波纳出发，来到益州郡，统治着整个云南地区。至今在大波纳村依然保留着记录这段历史的家谱和古碑刻。对于从小听着白子国故事长大的村民们来说，他们见证了脚下这片土地铜棺的发掘，也见证了蓝色骨骸惊人又奇特的存在。也许他们更愿意相信，在更为久远的古代，脚下的土地就是白子国的土地。大波纳在古代被叫大伯弄，汉语古名和今天的名字源于同样的白族语的音译，意思是大首领之地。在关于白子国的传说中，现在的大波纳村被视为白子国的政治中心。在茶余饭后，村民们喜欢讲白子国的故事，从这世世代代传承的口头讲述中，可以发现白子国的故事不仅是一个需要考古去发现或证实的问题，它早已成为这里生活的白族人精神血脉的象征。
这种精神的血脉以自己独特的方式传播着、延续着。这是一位白族老人的葬礼，一位德高望重的族长在葬礼上会用白族语言念诵着祭文，表达对逝者的纪念。白族唢呐也在一套严格的规仪中完成着他的演奏。白族人在送走逝去的亲人时会祭山神，他们相信眼前的山由神灵掌管，他们还会祭方向。白族人相信通过祭方向，无论生者还是逝者都会得到他们信奉的本主神的庇佑。大波纳村的这块石碑记录着发掘大棺木铜棺的事，这上面有许多的老人，作为当年的见证者已经离世，他们就埋葬在这附近。村边的一块墓地是他们的祖先也埋在这里，一代代溯源。在这里甚至可以看到明代的墓碑。大波纳及周边的村子，他们的丧葬习俗和祭祀文化历经上千年的善变与演化，在今天看起来可能和2000年前已经有很大的不同，但通过对他们的观察和研究，依然可以看到古老文化在漫长岁月中留下的痕迹，可以感受到仪式呈现出对逝者的敬仰和祝福，对生者的庇佑。通过对这些因埋在岁月中的文化细节、民俗细节的思考和观察，或许有助于探索白子国及其之前是否真的有一个古白子国存在于历史时空中。民间考古热议和考古专家、历史研究的差别，可能就是专家们不仅经过专业训练，还代表着领域内正确的声音，这也使得他们对没有证据的结论保持更为严谨的态度。因此，对于此次蓝色骸骨的先民究竟是谁，只能暂时留给时间，等待着被发现。在一些文化中，蓝色历史悠久的与神性、天空产生关联，被用来表达对逝者的祝福。大波纳墓葬中蓝色骸骨的族群身份可能会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是一个谜。从白族人今天的祭祀仪式回溯到2000多年前独木棺的蓝色骸骨，从那惊人而纯净的蓝色到随葬的器物的美丽，它们的灵动，它们的淳朴，我们看到这片土地上有一种本质上的相通，那就是对神灵和未知的敬畏，以及对生命深刻理解和感受。以上就是本期故事的全部内容，喜欢的观众麻烦您可以点个关注，点个赞，眼见古今，与您下期再会。